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经典飞行射击游戏《雷电》。我选择了一个1控2的玩法，双打的话有一个优势，就是两架飞机的子弹碰到一起可以变成绿色的星星。官方呢对这个设定是有一个名称的，这个叫星辰攻击。1控2的话，前3关甚至前4关，我会让两个飞机呢稍微错开一点，这样两架飞机吃东西的时候呢会比较平均。因为你如果完全重合的话，那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一批吃到。子弹呢其实是2种，一种是红弹，一种是蓝弹。红色的子弹呢攻击范围比较广，蓝色的呢攻击力比较高，但是攻击范围比较窄。但玩这游戏一般都喜欢用红弹，因为游戏的中后期呢，敌人的数量非常多，你需要使用红弹获得更大的火力的覆盖范围。这条河这里有一个隐藏分数，其实分数的作用呢并不太大。正常玩的话，分数也足够你讲命，并且这个游戏到了中后期的关卡，很多的东西啊都不敢吃，因为敌人的出子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难度很高。咱们现在驾驶的这个飞机呢也是有型号的，叫做雷电 MK2。大家想一下 MK2 这个型号，让我想起了某人驾驶过的高达呀。第一关的火力应该是吃不满，毕竟咱们有2个飞机。这种星辰攻击呢，小的时候叫碰弹，只有双打才能够出现，并且其实它这个方式呢，让我想起了红白机平台的冰封。当然了，冰封也需要双打才能触发那种攻击。冰封的话，体位跟这个飞机不大一样，这个飞机需要重合体，但是呢，冰封需要上下体位，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才能发射出散弹。而且冰封那个2个飞机好像是有碰撞体，因为它可以左右拉手嘛。所以说1控2的话呢有难度。第1关过关了，第1关的 BOSS 也是有名称的，叫做沙漠蜘蛛。一共是2辆。现在想起来，小的时候就是瞎玩啊。所有 BOSS 的名称以及场景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第1关的场景是乡村，第2关是城市。我能够查到的资料呢，尽量给大家在游戏里边都介绍一下。吃到了一个炸弹。这个游戏的炸弹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不护身啊，而且它扔出去之后呢有延时，不是马上爆炸的。所以说咱们使用炸弹的时候呢，尽量就是秒 BOSS 用，你不要指望它能够保护你。并且还有一点，同屏应该是只能存在1个炸弹，1批放了2批就扔不出去了。其实呢也有好处，就是2批可以当做1批的一个备用的炸弹的仓库。好，大家注意啊，这个游戏的副武器呢也是2种，黄色的呢是向前攻击的，它呢就是攻击力比较高；绿色的呢是跟踪，攻击力比较低，但是我更倾向于使用绿色的，它可以弥补一下咱们火力覆盖的死角。但是高手的话一般都使用黄色的，因为可以秒 BOSS 用。但是这个游戏我觉得这种暗枪啊冷箭太多了，所以说我玩的话肯定是使用绿色的。当然了，咱们这些普通玩家的想法呢，可能高手啊不理解，他们觉得为什么不用更猛的火力秒掉 BOSS。徽章现在呢能吃还是捡一下，
到游戏的中后期呢，我可能就不管这些东西了。大家注意 ，1P 和2P 的分数现在已经差的不少了。不仅仅是吃的这些东西啊，分数方面呢，也是1P 拿得多。我刚刚吃到了一个 P， 那双打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福利，就是如果你的一架飞机被打爆了，它会爆出 P 的。P 的作用呢是加满你当前的火力，这个真的是不错呀。因为如果咱们单打的话，单纯的挂了一次的话是没有 P 吃的，只有接臂的时候有。第二关的 BOSS 叫做飞狐，应该已经到了呀。这些小飞机呢，就是它的护甲，可以对咱们使用冲撞攻击。好在这些飞机没有实弹模式，以及呢不会发射子弹，不然这个数量真的是吃不消。好，看我现在的星辰攻击啊！这个 BOSS 高手玩的话，刚才就已经背板了，贴脸输出了。星辰攻击的威力要远远大于普通的子弹，这个攻击力、杀伤力是相当的高的。好的，这样第二关也打完。游戏的流程一共是8关，全打下来的话要半个小时以上啊。你像我这个年纪连续啊打半个小时以上的飞机，实在是有点吃不消，尽量吧。希望我能顶住啊。过关之后奖励的分数也是1P更加的多。2P 的子弹还没满，这关呢又需要给他俩错开一下。两架飞机的型号略有区别，虽然外观上呢都一样。1P 呢叫做雷电 MK2，2P 叫做雷电 MK2 贝塔型，其实就是名字不一样。这个游戏应该是我接触的最早的街机的飞行射击游戏。当年想通关真的是太难了，舍不得接臂，可能玩了好几年也没有见到后面的关卡。并且呢，双打的话感觉没有性价比啊，所以说一般都是单打。中间如果挂了的话，你想重新的积攒火力实在是太难。那早年的这些飞行射击游戏啊，就有这个特点，要么呢你就一命通，中间如果挂了呢，就很难重整旗鼓了。一鼓作气啊，再而呢就摔了。小的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上了年纪才懂。我吃到了一个蓝色的火力，其实也无所谓，因为呢1控2的话主要就是依靠这种星辰攻击，所以说是红色还是蓝色呢影响不大。另外有的小伙伴可能觉得说，大叔你这个玩法好奇葩呀，以前我们没见过。其实呢我见过高手玩这个游戏，左手和右手各控制一架飞机。如果说两个飞机呢行动同步也可以，它两个飞机行动还是不同步的，有分工的，一个负责输出可能，另一个呢去捡这些徽章啊或者隐藏的加分啊，去干这些事。可能人家的大脑结构啊可以左边右边啊双核计算嘛，我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只能呢1控2，两个飞机的方向子弹都是一致的。第3关的 BOSS 了，
第3关的 BOSS 呢叫做方阵，型号是 MK3啊，一听呢他就比咱们先进一点，给他一个炸弹吧，这是不是我第一次放炸弹？那本关的场景就是在海洋了，这 BOSS 难度不高，好像这个游戏难度高的 BOSS 就是最后那关，但是最后那关有无敌位。主要的难度还是来自于流程，敌方出弹速度过快，尤其呢这个游戏的卷轴左右是比较宽的，很多时候你的飞机爆炸呢是发生在你在切卷轴的时候，正当你移动着的时候，在卷轴边缘出来一个坦克，一炮你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第4关了，废墟也可以叫遗迹。不能吃错呀！主武器的话错就错了，这个副武器最好不要错。现在我都不敢主动去凑上去吃这些东西了，并且有些火力给的这个点和时机，我感觉就是陷阱。就是为了吸引你上去撞，然后呢，敌方突然出现，给你一下。上一关有一个船，有传言说呢，让那个船靠岸的话，你不打它，有几率给讲命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啊，证实一下。我是从来没有尝试过。所以也就没有演示，我也不是不演示啊，是我如果不开枪的话，我就感觉不安全。不用火力压制住对面的话，对面经常开枪打我，我就感觉很快就要挂。有小伙伴可能觉得我这个玩法有点逃课了，其实不是这样。雷电3代的话，官方是有这个玩法的。也是1控2，但是分数呢只有1份，就都算是1批的分，因为2个飞机都是你操作的。吃火力的话呢，算双份，每个飞机呢都可以得到增长。那不用现在我这样了，专门呢把飞机错开一下，已经不用这个操作。吃到炸弹的话也是双份。所以说我这个玩法的灵感来自于官方啊。其实雷电系列呢也经过一些波折啊，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加分小精灵。雷电2代推出之后，当年的开发商西武就把街机的开发团队解散了，所以说可能很多小伙伴觉得也就没有雷电了后来，但是雷电的原的开发团队呢后来加入了一个新的公司，并且推出了3代以及之后的系列。所以说这些老游戏很多游戏呢没有传承下来，一是呢游戏行业的改变，有一些制作组开发商解散或者重组，又打出一个 P。看到这儿呢，应该快 BOSS 战了。我的子弹没有完全的重合，这个其实很难进行掌握了。这里能打出个奖命，奖命也是1P在吃啊。1P 和2P 的关系呢，我感觉有一点像少年的张无忌和成年的张无忌。反正呢，罪都让少年的张无忌遭了。但是妹子都和成年的张无忌跑了。好，这个炸弹呢也是1P吃到了，它都满了，换算成了5000分也不给2P。第4关的 BOSS， 这个 BOSS 呢叫它超大战车吧，或者超大坦克吧，因为它的这个名字呢可能是捷克语，我没有查到具体什么意思，可能是大的意思。
而且雷电这款游戏毕竟太早了，1990年，它没有详细的设定资料集，所以说我查这个游戏的资料真的是比较费劲的。前4关过关，这样游戏已经进行一半了。第5关荒原。哦，这里的难度就比较高了，感觉敌方的子弹也加快了。游戏最难的地方，我感觉是第7关。第8关，如果你适应了第7关的话，第8关并不难。一地的坦克呀！我玩飞行射击游戏的话，可能跟很多小伙伴玩的玩法差不多，但是高手玩这款游戏，它绝对是背板的。很多的出兵点提前呢，它会上去进行火力压制，这样其实在客观上呢，也降低了游戏的难度，因为对面的火力少了，咱们就更加安全一点。好多的火车轨道啊！其实绿色的跟踪弹，如果2个飞机一起发射的话，威力还可以。这些东西等他们到屏幕的下半区再去吃吧，太危险了。凑上去，很多时候就接了一发子弹。因为敌人的子弹啊，瞄得太准了，就是瞄着咱们发射的，所以到了游戏的后期呢，需要不断的进行移动，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敌人的火力呢，也基本上就分2种，一种是这种指向性非常明显的，就是瞄你来的，这种呢其实好躲，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保持移动就可以了。但是要注意，这款游戏呢，移动到卷轴边缘的时候，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一点一点凑，这样即使遇到突发的情况，你也有准备来躲避。敌人还有一种武器呢，就是固定射击模式的，你比如说2项的，他也不瞄你，他就往自己面前发射2项子弹，或者3项，或者4项，甚至5项。有的呢是切换自己的这种武器啊，3项4项这样切换，或者呢2项3项，这种呢也好躲，它都是有无敌位的。那最难的弹幕就是在这种固定的射击模式子弹里边加入这种指向性的，这种是最难躲的。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当年玩的飞行射击游戏是不是这样。难度就是这么来的。你比如说这关看起来敌人很猛，但是呢你保持移动就很安全。我又吃到了蓝色的，无所谓啊，看这个能不能切回来。有小伙伴可能会问我说，大叔是不是还有一种紫色的武器啊？记得好像是跟踪的激光，那是2代的，1代没有那个。好的，第5关的 BOSS， 这个 BOSS 叫做陆地王冠，就是一辆大坦克呗。冒烟了就是快挂呀！好的，难度不高，攻击的方式也比较固定。这个游戏真的 BOSS 没有太难的，最后一关有难度，尤其是我应该说是3形态，因为最后那关是先组装，然后固定打你，最后再下来，就下来之后，因为也没什么无敌位了。第6关陨石区，第6关要上宇宙了。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这里呢基本上就是极限了。先合体，刚刚的子弹重合还比较好。
结果呢，击中了一些陨石之后呢，就散开，给了一个 P。陨石比较密，这里如果没有 P 的话，就很难了。火力不满，基本上陨石就把咱们压到屏幕角落了。看见陆地了，坦克的子弹我感觉也变快了不少。像刚刚这种小飞机跑过来冲撞你的，如果咱们的火力不满的话，基本上上来就能撞到你。从出现到撞到咱们恐怕连1秒钟都没有。我又吃错了。火力现在对咱们来说就是5000分啊。吃错了呢，就少了5000分。其实分数也没什么大用了。保持移动啊！敌方的攻击模式现在还比较单一，看起来速度很快，但是难度并不高。地面可以看见一些巨大的化石，你看这古生物有多大呀？地面还有战车的履带的痕迹，看起来它比一个坦克还要大。后面来飞机了，这个飞机其实是非常肉的，但是利用星辰攻击还有2辆飞机的跟踪子弹，打它还是比较快的。这里有一个陨石坑，好吧，不是陨石坑啊，是卫星坑。卫星竟然能砸出这么大的坑。1控2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引起子弹时间，让屏幕呢进行拖慢，让咱们有更多的反应时间，算是一个隐形福利了。BOSS 应该是不远了，我这里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古生物的骸骨，那它在这儿呢有一个隐藏的加分，10000，这个太大了，看起来像怪物猎人里边的什么龙啊。BOSS 战不远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推荐一下大家用这种玩法，感觉不一样，火力也猛很多呀，等于降低了难度。到地方了，本关 BOSS 战，这个 BOSS 呢叫做守护者，也是2个。起脸输出，陨石呢从后面来。这个 BOSS 的打法体位比较特殊啊，咱们在前面呢起脸输出，敌方从后面对你进行射击，要注意站位。第7关。第7关就是我认为的这个游戏最难的关卡，难点只来自于一方面，就是本关的小飞机。本关的小飞机呢，可以从屏幕的左边和右边飞出来打你，速度非常快。第二呢，它可以发射子弹，
所以说要保持移动，还不能太过于贴近屏幕的边缘。开始出现了，它会有很多波。这里看见了本关的背景的主体。第7关呢，背景就是一个宇宙的空间站。这个飞机上一关也出现过，但是呢，不发射子弹啊，尤其是左边和右边的。这次呢，它就开始扔子弹了。咱们火力覆盖强一点，还能稍微降低一下难度。一些飞机出来之后，没等发射子弹就挂了。保持移动吧。上面出来的危险小，左边右边的危险一点。所以，当你向左侧和右侧移动的时候，你不要平推方向杆，一定要斜向的移动。这个特点可能我说了，很多小伙伴就看出来了。但是我如果不说的话，可能一些小伙伴觉得躲起来还是困难。有一个导弹，哎呀，我应该扔一个对吧？这里这么危险，我应该放一个。放了再吃啊！光想着分的事儿。这些东西就在这儿飘啊，飘下来我才敢捡。又来一波。不横推方向杆，这里一定要保持这个操作。空间站的管道上趴着很多机器人，当然它在背面，进了之后呢，它就会翻过来。场面太混乱了，我的天！一屏幕东西还有 P， 这 P 可以考虑捡一下吧。好，其他的随缘吧，不要太贪了。小飞机又来了，不贴边儿，不平移。又一个炸弹。哦，这次呢我放了一个，因为这两个太阳能的电池板啊特别的肉，你看一个炸弹下去没怎么着，然后星辰攻击和跟踪子弹又打半天。上面就是本关的 BOSS 战了。本关 BOSS 叫做安东诺夫27号。为什么叫安东诺夫呢？这个大家自己理解，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再提醒一下大家，这款游戏出品在1990年。BOSS 吃了一个炸弹，又打了半天。好，推倒了，还差最后一关。屏幕的两边呢，我放了2张图来填补这个比例不足的问题。其实完全可以拉伸，但是这款游戏如果拉伸的话，比例就比较奇怪了。当然了，比较勤劳的小伙伴还是会自己手动4:3的，对吧？最后一关，那这关呢，时刻保持移动，难度要低于上一关，我感觉。这关打完了之后就通关了吗？其实没有，街机游戏嘛，尤其是早年的，包括 FC 游戏，打完之后又从头开始。所以小的时候我们都管通关叫做循环，后来呢就不这么叫了。我发现很多的游戏通关之后它也不循环，就直接结束了，直接 Game Over。想玩的话再投币，像这种允许你循环的呢，还算比较良心。
这关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出来，我就玩的比较谨慎了，都是贴在屏幕的一侧左右，很少向卷轴的另一侧移动，因为都已经最后一关了，这要翻车，对吧？所以说怂一点，这些东西也就不吃了，算了。给我奖命我都不要啊！1换1的话，我还损失火力呢。而且炸弹一批是满的，2个飞机加起来12发，足够最终 BOSS 喝一壶的。来3、4个一起上都不怕呀。这关就是敌人的最终基地了。BOSS 呢叫做多雷尼吉核心，这个多雷尼吉恐怕也是一个音译，具体的意义呢我也没有查到。不知道是哪国的语言啊。这里我感觉到有点危险啊，所以放了一个炸弹，就是提前放吧。感觉呢，飞机被逼到了屏幕的角落。战车。我记得这关前面有一个地方一起出现3辆战车，那个地方高手的话呢是提前背板上去踢脸输出，但是我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炸弹搞定了。这种卷轴的设定真的无形当中提高了游戏的难度。就是这儿，一个炸弹解决。这么多的徽章，我都不敢凑上前去吃啊，慢慢来。好的，这个货呢就是 BOSS， 先给他1发，再来1发，这发差点扔晚了。3发，真的扛，太扛打了。4发，他贴上去之后呢，左边那个位置啊，就是敌位了。5发炸弹才把它炸了，这样呢通关。一会儿会进行2次结算，一次是过关之后的结算，另外一次是通关1次的结算，然后呢又飞到第1关的开始进行2周目。那好吧，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经典飞行射击游戏雷电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不能进行2周目了，顶不住了，打了半个多小时的飞机啊，体力不支。感谢大家收看吧，咱们下个游戏再见。